今天我们要来谈谈2026年，也就是丙午年下半年的运势流年。丙午年这3个字一摊开，很多算命仙都要心头一震。为什么？因为在五行八字里，丙是天上烈日之火，午是地上熔炉之火。这一年的天干地支上上下下全都是火，整个大环境的磁场与气场就像一个烧得通红的炼钢炉，火气旺到了极点。各位不妨回想一下，走到丙午年的上半年，是不是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燥，特别闷，走到哪都觉得有一股无名火在烧？这不是你们的脾气变坏了，这是天地的磁场在烤着你们啊。可是当迈入下半年，阴阳交替，整个磁场就要开始大洗牌了。这团大火，有的人会被烧得焦头烂额，财库见底，但有极少数的人，他们命里的八字生肖刚好能跟这团火对上眼。人家是怕火烧，他们却是借着这股冲天的大火，踩着风火轮往上飞。老天爷在下半年就是要亲自追着给这几个生肖喂饭吃，这就叫时势造英雄，这就叫泼天的富贵。我今天就来为各位细细拆解在这丙午年下半年运势最旺的4个天选生肖。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刚好在里面，千万要竖起耳朵听好，因为你们翻身的时机到了。如果你不在今天点名的生肖里面，也不用急，影片后面我也会讲到其他生肖的转运指南，告诉你要怎么避开凶气，守住财库，甚至有机会逆风翻盘。第一个要在下半年逆天改命的生肖就是属虎的乡亲。从易经命理上讲，生肖属虎，地支叫寅，寅的五行属什么？属木，而且不是小花小草，是参天大木。在这丙午年，漫山遍野全都是火，你这个大树被丢在火堆里烤着，是什么感觉？煎熬，极度的煎熬，浑身的水分都被烤干了，想往前走一步，到处都是阻力，想退一步，背后又是悬崖。但你务必要记住，命理学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寅午半合火局，木是能生火的。只要你咬紧牙关，熬过了上半年最难的那个阶段，到了下半年，你这棵参天大树就会成为这场时代大火最猛烈的燃料。你不是被大火烧死，你是要借着这股火势彻底照亮整个夜空。我讲这些命理大原则，你们可能觉得有些空泛，我来给你们讲个实实在在的故事。我有个老客户叫阿荣，在丙午年的时候52岁，典型的生肖虎。阿荣在我们新北市开了一家30多年的传统五金行，这种老店乡亲们都知道，赚的都是街坊邻居的辛苦钱，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螺丝钉水龙头真是一点一滴攒起来的。在丙午年的上半年，阿荣差点没撑下去，大环境景气冷飕飕，街边的店面关了一大半，再加上网络购物那种杀鸡取卵的削价竞争，阿荣店里连着好几个月，一天进不来5个客人。5月底的那几天，天气闷热的像个大蒸笼，阿荣坐在店里那张破藤椅上，看着头顶上嗡嗡作响的旧电扇，愁得连一包长寿烟都快抽不起了。阿荣的老婆阿珍在里屋盘算着账本，算着算着眼泪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阿珍冲出来把账本往柜台上一摔，阿荣，你到底有没有在想办法了？下个月的店租要去哪里凑？上个月进那批水管的货款，人家厂商昨天又打电话来催了。大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你天天坐在这里发呆，你是要让我们全家就喝西北风哦。阿荣是个死要面子的生肖虎，被老婆这么一骂，火气也上来了。但他心里清楚，老婆讲的都是大实话，只能硬生生的把火压下去，憋红了脸吼了一句，你懂什么啦？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大不了我去向地下钱庄借利息钱，先把账给平了。借，你除了借还能干嘛？当初叫你把店收了，去给人家当保全你不要，非要死守的这个破烂店，我都快被你逼疯了。阿珍哭着跑回了后头。那天凌晨2点，阿荣一个人坐在拉下铁卷门的店门外，蹲在马路的人行道边，一根接一根的抽着闷烟。30多年的心血，难道真的要倒在这个流年？他看着自己长满老茧，满是黑油污的双手，一个50多岁的大男人，眼眶红了，眼泪混着汗水直直往下掉。他觉得老天爷真的不公平，自己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做生意从不偷斤减两，为什么要受这种煎熬？但是各位属虎的乡亲，你们仔细记住，老天爷疼憨人，更何况是一头下山猛虎。你们的命格里藏着一种别人没有的韧性。时间到了7月底，正式进入下半年了。
那天下午下着西北雨，天黑沉沉的，阿荣店里照样没什么生意。这时候店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老先生，手里拿着一个已经发黄生锈的老式铜制水阀，问阿荣：头家歹事啦？我跑了10几家五金店，人家都说这东西停产20年了，你这里到底有没有？阿荣拿过来一看，这玩意确实老掉牙了，一般的年轻店老板看都不看就会把人打发走，但阿荣是老江湖，做事又实在。他看着老先生焦急的样子，二话没说，戴上老花眼镜，拿了手电筒，钻进后面那个堆满灰尘、热得像烤箱一样的铁皮仓库里。他在仓库里翻箱倒柜，找了整整1个多小时，灰头土脸地爬出来，手里高高举着一个还没拆封的老包装。老先生，你运气好，压箱底的最后一个被我找到了。老先生激动的手都在抖。太好了，头家这要多少钱？500、1000，我都给。阿荣拿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摆摆手。什么1000？这东西当年进价是120，我卖你150，30块算我帮你找货的工钱啦，拿去用。老先生愣住了，深深地看了阿荣一眼，交了钱，连声道谢地走了。阿荣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结果过了不到1个礼拜，店门外突然停了一辆黑色的高级宾士车，从车上下来的除了那天那位老先生，还有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原来那位老先生是附近新开发区一个大型精密加工厂的退休总工程师。那个老式水阀是他们厂里一台核心进口设备上急需的替换零件，如果找不到，厂子就要停工好几天，损失好几百万。老先生的儿子，也就是那个西装男，正是这家加工厂的总采购主管。老先生指着阿荣对他儿子说：我跟你讲，现在做生意还能这么实在，不趁火打劫的人真的不多了。你要找长期的在地五金耗材供应商，就找这位老总。就这样，阿荣因为一个150块的旧水阀，展现了属虎人最可贵的诚实与厚道，直接签下了这家大工厂未来3年的五金耗材独家供应合约。第一笔30万的预付款汇进来的时候，阿珍抱着阿荣哭得稀里哗啦，阿荣也笑了，眼底大半年的阴霾一扫而空。乡亲们，看懂了吗？这就是寅午半合火局在下半年的威力。属虎的朋友，你们下半年的贵人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里，藏在你们平常待人接物的厚道里。只要你们稳住阵脚，不走歪门邪道，坚持你们那份不服输的正直，下半年一定会有人来拉你们一把。这团火不仅烧不死你，还会把你烧成一块闪闪发光的真金，绝境逢生，必定大发。看懂了属虎乡亲的绝地反击，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2个生肖，在下半年的运势可以说是闷声发大财的最佳代表，是谁呢？就是平时看起来脾气最好、最不爱惹事的生肖羊。生肖羊的朋友天生就带有一种土的包容性，你们心地善良，不管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同事，总是习惯性的退让。别人不想干的脏活累活，你们默默接过来做；别人在酒桌上抢功劳，你们就坐在角落里安静鼓掌。你们总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总觉得吃亏就是占便宜。可是丙午年的上半年，大环境火气那么大，脾气暴躁的人那么多，你们的退让换来的是什么？是别人的得寸进尺，是你们的善良被当成了软弱可欺。在公司里，黑锅总是你们背，做生意那些难搞的奥客总是冲着你们来，甚至在家里，亲戚朋友借了钱不还，你们连张口去讨的勇气都没有，只能自己夜里偷偷生闷气，搞得自己失眠又掉头发。但是属羊的乡亲们，老天爷的眼睛是雪亮的，风水轮流转，下半年的大运已经结结实实的砸在你们头上了。从易经命理上来看，丙午年地支是午火，而你们生肖羊的地支是未土。在12地支的规则里，午和未碰在一起，这叫做午未相合，而且是火土相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下半年这股烤得别人焦头烂额的熊熊大火烧到你们身上，全都被你们这块厚实的未土给吸收了，转化成了源源不绝的能量和财富。别人在下半年是破财消灾，而你们属羊的是顺水推舟，暗合生财。而且这种财不是那种大风大浪惹人眼红的横财，而是静悄悄的稳稳当当流进你们口袋里的闷财。我们不讲虚的，我给你们讲讲新竹那个卖卤味的大姐春兰的故事。
春兰大姐那时候48岁，属羊的。她在一个老旧的铁皮屋传统菜市场里摆摊，卖自己家传的冰糖卤味。春兰是个典型的生肖羊，老实、本分，话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和和气气的笑容。在丙午年的上半年，传统市场的生意难做到了极点。菜市场里卖猪肉的、卖海鲜的摊贩，脾气一个比一个暴躁。春兰旁边那个卖烤鸭的阿财，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主。他为了多占一点地方，天天把装鸭血的脏水桶往春兰的摊位界限这边推。有时候春兰的老主顾不小心挡了他的道，阿财直接破口大骂，连带着把春兰也数落一顿。春兰呢，他总是息事宁人，默默地拿抹布把脏水擦干净，还要陪着笑脸跟客人道歉。转眼到了7月，天气越来越闷热，尤其是到了24节气里小暑的前后，日历上红彤彤的节气日子，配上那个毒太阳烤在铁皮屋顶上，整个菜市场就像个大蒸笼，混杂着生肉和下水道的馊味，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气一热，做熟食的最容易吃亏。为了防腐，市场里好几家卖熟食的都偷偷用起了便宜的化学保鲜剂。阿财也跑来给春兰出馊主意，叼着烟嘲笑他：春兰啊，你每天凌晨3点起来熬那锅老卤，赚那几个辛苦钱有什么用啦？去拿大厂那种调好的料包，放3天都不会坏，你就是死脑筋啦，活该你发不了财。春兰只是摇摇头，笑着说：阿财哥，做吃的就是凭良心啦，小暑天气这么热，万一客人吃坏肚子，我怎么赔得起？宁可少做一点，也要当天现卤现卖。就这样，在小暑那段日子，市场里热得连一只苍蝇都不愿意飞。春兰的摊位前更是冷冷清清。到了下午2点，卤味还剩下一大半。春兰叹了口气，正准备把这些赔本的肉都送给附近的流浪狗吃。就在这时候，市场里跌跌撞撞跑进来一个满头大汗，连白衬衫都湿透了的年轻人。他神色焦急，挨个摊位问：老板，你们这里有没有能马上供餐的熟食？要200人份的，快点。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科学园区一家大公司服委会的干事，叫小陈。他们公司在那天下午要在园区办一场夏日嘉年华的户外晚会，结果原本订好的那家大型外汇公司，因为天气太热，冷藏车坏在半路上，准备好的便当熟食全收了，临时放了他们鸽子，马上就要开场了。200多个员工和家属等着吃饭，小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市场里的摊贩一听要200人份，眼睛都亮了。但这大热天的，谁家有那么多现货？阿财眼珠子一转，立刻凑上去：有，小兄弟，我这里有冷冻的烤肉串和鸭脖子，我算你便宜点，拿回去微波炉打一下就能吃。小陈一看那些表面结着奇怪冰霜的肉，直摇头：不行，天气这么热，吃出肠胃炎，我工作都没了。这时，春兰默默地从干净的玻璃柜里端出一个大铁盆，里面是色泽红润、散发着天然中药香料味的冰糖、猪脚、豆干和海带。他递给小陈一杯自己熬的冰镇仙草茶，温和地说：少年仔，先喝口水消消暑。我这里虽然没有200人份那么多，但新鲜出锅的卤味大概能凑个80人份。你要是不嫌弃，我把家里备用的料全下锅，再赶出来一些。这卤水都是天然香料，绝对干干净净。小陈喝了一口仙草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尝了一口卤豆干，眼睛瞬间亮了。老板娘，这味道太正了，就你的了，你能做多少我包多少，价钱你随便开。春兰没有坐地起价，依旧按照平时的良心价算给了小陈，还免费送了2大桶仙草茶。那天下午，春兰在高温的炉火前忙得快虚脱了，但她毫无怨言。结果呢，那天的户外晚会，春兰的冰糖卤味成了全场最受欢迎的爆款。那些吃惯了高档餐厅的科技新贵，全都被这种干净古早的家乡味给征服了。第二天，小陈亲自带着公司的采购主管来到了春兰那个不起眼的小摊。他们不仅把春兰剩下的卤味全部包圆，还直接跟春兰签下了一份长期的下午茶供应合约，每天固定送300份卤味拼盘到园区。不仅如此，小陈还在他们科学园区的内部论坛里发了一篇长文，极力推荐春兰的良心卤味。不到1个礼拜，春兰的摊位前每天排起长龙，连网络订单都接不过来。而那个嘲笑春兰死脑筋的阿财，看着春兰每天一箱一箱往外发货，嫉妒的眼睛都红了。
最后他的摊位却因为被卫生局查出食品添加物超标，被市场管理处停业整顿了。乡亲们，这就是五味香合暗处生财的威力。属羊的朋友，你们千万要记住，你们的善良不是懦弱，你们的厚道就是你们最大的底牌。下半年不要去跟别人争勇斗狠，也不要去眼红别人赚快钱，你们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哪怕是在最热的小暑、最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做对的事，那个能让你们翻身的贵人，那笔能让你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财富，就会在别人看不见的暗处悄悄地敲响你的大门。你们绝对是下半年当之无愧的隐形富豪。讲完了属虎和属羊的相亲，接着这一个要在下半年迎来人生大翻盘的生肖，我在此要特别隆重地讲一讲。因为这个生肖的人上半年的遭遇最让人心疼，也最让人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是谁呢？生肖狗。属狗的朋友你们的代名词是什么？是忠诚，是重情重义。你们对父母孝顺，对伴侣忠诚，对朋友更是没得说。只要兄弟一句话，你们两肋插刀，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但是你们往往就恰恰栽在了一个义字上。我们先从命理上来看，丙午年火气冲天，而你们生肖狗地支是戌，在八字命理中有个非常强大的格局，叫做寅午戌三合火局。戌在这个局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火库，也就是装火的大仓库。上半年这个火库还没完全打开，外面的火又那么大，等于把你们放在火炉上死命的烤。你们的重情重义换来的是什么？是背叛，是替人背黑锅，甚至是被最信任的人一把推到了悬崖边缘。我跟你们讲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有个病人叫建明，那时候55岁，属狗。建明是个做工程的包工头，为人海派，实在，手底下一帮工人跟着他干了10几年。他宁可自己去借钱，也从来不拖欠工人1分钱的工资。建明有个拜把子兄弟叫阿庆，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好的穿一条裤子。前2年，阿庆说要做大生意，资金周转不开，跑来求建明给他做银行贷款的连带保证人。建明的老婆淑芬死活不同意，苦劝着说，建明啊，现在外面景气这么差，做保这种事会搞得家破人亡的啦。可建明是生肖狗啊，重情重义到了骨子里，他背着老婆偷偷把字给签了。结果呢，那一年4月份，阿庆的生意彻底崩盘，人直接跑路了，连个消息都没留下，几百万的债务瞬间全压在了建明这个保证人身上。银行天天打电话讨债公司，甚至跑到建明正在施工的工地上拉白布条。建明为了还债，把手里2台工程车贱价卖了，连给大女儿准备的嫁妆钱都赔了进去，还是填不上这个大窟窿。5月份的时候，法院的传票寄到了家里。建明拼了一辈子买下的那栋透天厝，马上就要面临法拍。那天晚上，建明的家里静得可怕。淑芬红着眼睛把行李箱收拾好，牵着还在念高中的小儿子，把一张离婚协议书放在了客厅桌上。淑芬哭着说，建明，我不恨你穷，但我恨你分不清轻重。你对得起兄弟，你对得起我和孩子吗？房子要被法拍了，讨债的天天在门口堵着，你让小儿子以后怎么考大学？我们离婚吧，债务你自己扛，别连累孩子了。大门关上的那一刻，建明这个55岁的硬汉跪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狠狠扇了自己10几个巴掌，哭得撕心裂肺。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像个笑话，重情重义，最后落了个妻离子散，倾家荡产。属狗的乡亲们，你们上半年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被掏空、被背叛的绝望？但是我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挺住，进入下半年，天地的磁场彻底转过来了。下半年寅午戌三合火局终于成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生肖狗的这个火库要正式大开了。命理学上有一句话叫火库大开，财源滚滚。你们上半年替人背的锅，吃进去的亏，老天爷要在下半年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建明的转机出现在8月底，那天建明正戴着安全帽，在别人的工地上做着最粗重最苦的绑钢筋的活。突然一辆黑色的宾士车停在工地外，走下来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年轻人四处张望，
看到满身泥污的建明，激动地跑过去，一把抱住他。建明叔，我可算找到你了。建明愣住了，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这年轻人叫小伟，10年前是建明工地上一个小小的学徒。那时候小伟家里穷，母亲生了重病要做手术，急需一笔救命钱。小伟急得要在工地上跳楼，是建明塞给了他一个厚厚的红包，里面整整装了30万白花花的现金，说拿回去救你妈，算书借你的，以后慢慢还。后来小伟离开了工地，去外地打拼，渐渐断了联系。10年过去了，小伟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建设公司的主管了。小伟红着眼眶说，建明叔，我听说阿庆的事了，也知道你现在的难处，当年要不是你那笔钱，我妈早就没了，这笔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小伟不仅替建明找了最好的律师，把阿庆那笔烂账重新理清，逼着债务人去追讨阿庆脱产隐匿的资产，保住了建明差点被法拍的房子。他还直接做主，把他们公司下半年一个利润极高的建案，以外包的形式全部交给了建明来做。拿到工程预付款的那天，建明拿着银行存折流水，颤抖着手拨通了淑芬的电话。电话那头，淑芬泣不成声。第二天，淑芬带着孩子回了家，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把这大半年的委屈全都哭了出来。乡亲们，这就是下半年的生肖狗，这就是火库大开的威力。属狗的朋友，你们永远要相信一句话，忠诚必得善报。你们过去种下了善因，结下了善缘，可能你们自己早就忘了，但在下半年，那些曾经受过你们恩惠的人，那些暗中看着你们行善的贵人，全都会回来报答你们。你们流过的眼泪，失去的财富，甚至差一点破碎的家庭，在下半年全部都会圆圆满满的拿回来。各位乡亲，现在我要讲这集压轴登场的，也是在下半年命运反转最为剧烈，最能展现老天爷神来之笔的生肖。属猪的朋友，你们仔细听好，在命理学里，猪的地支是亥，五行属什么？属水，而且是汪洋大海之水。丙午年漫山遍野全都是火，水和火碰到一起，那是水火不容，对冲打架的格局。所以很多算命先一看到这个流年八字，都会摇摇头，跟属猪的人说，哎呀，你在丙午年冲太岁，水火交战，大凶啊，准备破财消灾吧。但是我在此必须要点醒你，那些只懂皮毛的江湖术士，根本不懂易经里最深奥的4个字，叫做水火既济。什么是水火既济？如果火在上面烧，水在下面流，那确实是各走各的路，毫无用处。但是如果你把水稳稳地放在锅子里，把火生在锅底下面烧，这水就能煮沸，能做饭，能泡茶，能滋养万物。在下半年，生肖猪命盘里最隐秘的一条线即将浮出水面，这叫亥暗合午。什么叫暗合？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容，把你逼到了绝境，但在你看不见的深处，阴阳正在偷偷交泰，有一股极其强大的隐秘力量正在暗中拉你一把。不信，我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故事。有一位老大哥，我们叫他老赵，在当时是58岁，属猪。老赵在桃园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行，干了30年，在地方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老板。老赵这个人属猪的嘛，心宽体胖，极其重义气，只要朋友开口借钱做担保，他二话不说就盖章。就在丙午年的上半年，老赵遭遇了这辈子最大的一场劫难。他最好的一个拜把子兄弟拿他的建材行做抵押，向钱庄借了3000多万，然后突然人间蒸发了。这一下老赵的整个天都塌了。钱庄的小弟天天上门泼红漆拉白布条，合作了10几年的厂商纷纷上门逼债，银行也立刻抽银根。短短3个月，老赵的公司破产了，透天厝被法院查封了，名下的车子也全被抵押拿去还债。58岁的男人辛苦打拼了一辈子，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不仅没了，身上还背着几百万还不清的烂债。那阵子老赵带着老婆住在一个铁皮屋搭的顶楼加盖里。7月份的天气啊，铁皮屋里像个大烤箱，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大环境的大火，把老赵这潭亥水放在铁板上狠狠地煎熬。一天傍晚，老赵坐在床边，看着满屋子用纸箱装了几件破衣服，眼神空洞。他转头看着正在用卡式炉煮面条的老婆，突然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老婆，我对不起你，
我老赵识人不清，把你下半辈子的福气全给做没了。老赵一个快60岁的汉子，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要不我们离婚吧，债务我一个人背。我昨天去看了那座桥，水挺深的，我跳下去一了百了。他老婆走过来，一把夺下他手里的长寿烟，眼眶红红的，但眼神极度坚毅。赵哥，你瞎说什么混账话？30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不也就是个在工地扛水泥的穷小子吗？只要你人还在，我们的家就在。钱没了，我们用这双手再赚回来。老婆转身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打开一看，是她当年出嫁时娘家给的一条金项链和2只金戒指。这是她偷偷瞒着钱庄藏下来的最后一点家底，明天拿去银楼当了，买辆2手推车。你以前不是常常在家里熬那个古法药膳排骨吗？朋友都说好吃，我们去庙口夜市摆摊。乡亲们，属猪的人一旦被逼到了绝路，又有爱人的支持，那股骨子里的韧性是极其可怕的。下半年的秋风刚起，老赵的药膳排骨摊就在庙口夜市支棱起来了。58岁的建材行大老板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和面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站在咕噜咕噜冒泡的大汤锅前面，满脸是汗的给客人盛汤。遇见以前熟识的建商老板来逛夜市，老赵也不躲，大大方方的打招呼：张董，来碗排骨汤，多给你加一块肉。他熬的排骨汤用料极度扎实，中药材全具中药房抓最好的，熬足8个小时，肉烂骨酥，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实在不掺假。但这只是开始，真正让老赵绝处逢生的是年底那股亥午暗合的神奇力量。有一天晚上，夜市里来了一个戴着鸭舌帽拿着小摄影机的年轻人，他在老赵的摊位上点了一碗药膳排骨，喝了一口汤，突然愣住了。他连喝了3大口，眼泪直接就在眼眶里打转。年轻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正在擦桌子的老赵，声音发抖地喊了一声：赵老板，您是建材行的赵老板？老赵一愣，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哎呦，是10年前在我们仓库搬砖的那个小阿杰。原来这个年轻人当年是个中辍生，满身刺青，找不到工作，是老赵看他可怜，收留他在仓库干活，还天天逼着他去读夜校。后来阿杰考上了大学，离开了桃园。如今10年过去，阿杰已经成了有名的记者。他这一次是专门回桃园寻找记忆中的老味道，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的大恩人。阿杰没有大张旗鼓，而是默默回去了。第2天，他的节目播出了。影片里不仅把老赵那碗药膳排骨拍得极其诱人，更把老赵当年怎么帮助中辍生，后来又怎么遭遇背叛，如今放下身段在夜市重新站起来的故事，讲得催人泪下。那支节目1天之内被大量转发观看，彻底火了。这就叫暗合。老天爷安排的贵人，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老板，而是你曾经种下了一个善因，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最隐秘的方式化作巨大的流量和财富，彻底点燃了你的绝地反击。节目播出的第3天开始，老赵的摊位前面排队的人潮直接排到了夜市路口，几百人顶着寒风来喝老赵的汤。有的人吃完直接在桌子上压下1000块钱说不用找了。再后来，有大型的餐饮集团找上门，开出几千万的条件，要买老赵的药膳排骨配方，甚至要帮他开连锁店。老赵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在年底的时候还去银楼给老婆重新买回了那条一模一样的金项链。各位属猪的朋友，听到这里你们懂了吗？下半年当你觉得压力大到快要窒息的时候，当你觉得四面楚歌水火不容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不要去抱怨老天爷不公，因为那座大火炉正是为了把你这潭死水煮沸，让你激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只要你肯放下身段，只要你坚守底线，那个藏在暗处的贵人，也许是你多年前帮助过的一个人，也许是你无意中结下的一个善缘，一定会准时出现，把你从深渊里拉上来，送你上青云，绝处必能逢生。各位朋友，前面我们重点讲了下半年最受老天爷眷顾的4个天选生肖。这个时候影片看下来，肯定有很多乡亲着急了，甚至要在心里嘀咕了，哎呀老师，我家那个老伴属老鼠的，我女儿属猴的，您怎么半个字都不提啊？是不是我们下半年就没指望了，只能在家里等倒霉了？大家别急，把心安在肚子里。老天爷的雨露从来都是均沾的，天无绝人之路，
只是在这丙午年的大火炉里，刚才那4个生肖是去借火的，而剩下的8个生肖，我们的策略得变一变，我们不能去硬碰硬，我们得学会避火和淬火。我在这里按照命理五行的相生相克，给其他8个生肖的朋友每人送上几句保命守财的锦囊妙计，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最好拿笔记下来。第一组，属鼠、属马的朋友，子午相冲，午午自刑，你们在下半年可以说是直接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属鼠的朋友，这叫冲太岁，水火相冲，动荡极大。属马的朋友是本命年犯太岁，火上加火，情绪极度容易失控。下半年你们的字典里只能有一个字，就是稳。第一，千万管住手，不要看到别人买股票搞虚拟货币赚了钱，你就把养老金、退休金砸进去跟风，100%会被套牢。第二，脾气给我压住，在马路上骑机车、开车，遇到按喇叭催你的，让他先走。在家里老伴唠叨你2句，当没听见。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作死就不会死，把这下半年的燥气平平安安的熬过去，把本金和健康守住，来年的春天就是你们重新洗牌的时候。第二组，属牛、属兔的朋友，丑午相害，卯木生火，你们下半年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出力不讨好，惹得一身腥。属牛的朋友脾气犟，容易在职场上替人背黑锅。属兔的朋友呢，心太软，总想着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结果别人不领情，还嫌你烤得慌。听我一句劝，下半年学会自私一点，多心疼自己，把精力和金钱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最重要的一个警告，绝对不要去给人家做保。亲戚来借钱，哪怕抹不开面子，哪怕被骂无情，也要勇敢地说不。另外，火旺伤肝脾，下半年少熬夜，少吃油腻，没事多去公园散散步，抱抱树，把体内的燥热之气排出去。防人之心不可无，守住自己的边界，就是守住了下半年的福气。第三组，属猴、属鸡的朋友，申金和酉金，五行属金。丙午年这把漫山遍野的大火，从命理上讲，专门就是来克制你们的，这叫火克金。所以你们下半年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压力山大。工作上长官的指标压得你喘不过气，或者同行业竞争对手不停地搞小动作，让你觉得处处受制于人。别叹气，你们记住我的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黄金不放进火里烧，怎么能去除杂质，打造成值钱的金首饰？所有的压力都是老天爷在给你们淬火，遇到刁难，咬着牙扛过去，不抱怨。主管让你多干活，你就当是免费学本事。到了年底，火气一退，你的抗压能力，你的职场地位绝对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记住，把委屈咽下去，化成你肚子里成长的养分。第四组，属龙、属蛇的朋友，辰是湿土，能降火；巳是小火，能借势。在下半年的大火炉里，你们2位的日子算是相对平稳，甚至有点左右逢源的意思。属龙的朋友自带水库，你们就是团队和家庭里的灭火器。下半年多去调和人际矛盾，比如婆媳争吵、同事摩擦，只要你出面当和事佬，必定能迎来极好的人缘，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小偏财入账。属蛇的朋友呢，小火见大火，你就跟着大趋势走，跟紧你身边那些运势旺、能力强的大老板或合伙人，别人吃肉你喝汤，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去强出头当老大，闷声发大财，低调做人才是你们下半年最高明的智慧。总之，这8个生肖的乡亲们，你们或许不需要像老虎、猪那样去经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反转，但只要记住顺势而为、稳中求胜这8个字，下半年照样能平平安安、家和万事兴。我们普通老百姓求什么？不就是求个平安是福吗？好，12生肖的机变我们全都点播完了，我给大家加个餐，教大家在这火气冲天的丙午年下半年，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开运穿搭到底有什么讲究。前面我反复强调，丙午年天干地支全都是火，大环境像个炼丹炉，所以在穿衣打扮上，我们的核心策略只有4个字：泻火降温。第一点，千万避开大红色。下半年无论你出门是去谈生意、相亲，还是去医院看病，尽量少穿大红色、亮紫色或者橘红色的衣服。为什么？
大环境已经是漫山遍野的火了，你还穿一身红出去，这叫火上浇油。不仅容易让你心浮气躁，脾气变差，还极容易招惹口舌是非。遇到马路上按喇叭的，你穿身红衣服，火气一上来就容易跟人起冲突。第二点，绝对推荐水系冷色调。下半年什么颜色最旺你？黑色、深蓝色、水蓝色。在五行里，黑蓝属水，水能克火也能降温。当你穿上这些冷色调的衣服出门，别人看到你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很沉稳，靠得住。尤其是各位做业务当主管的朋友，下半年去见重要客户，一身深蓝色西装或者一件黑色的质感连身裙，能帮你稳住磁场，让那些乱七八糟的邪火烧不到你身上。水更是财的象征，穿水色就是稳固你的财库。第三点，日常居家多穿土系颜色。如果你已经退休了，或者周末在家带孙子，我推荐你多穿黄色、卡其色、咖啡色这一类的衣服。这在五行里叫什么？叫火生土。大环境的火气那么旺，你用一身黄色的衣服去承接它，把火的暴躁转化成了大地的厚重和包容。穿上这类衣服，不仅能让你自己心平气和，还能让你们家的家庭氛围变得非常和睦，不容易吵架。家和万事才能兴啊。第四点，巧用金银配饰挡灾。有些大姐可能会说，老师，我平时穿得很朴素，不喜欢穿花花绿绿的，怎么办？没关系，衣服要素，那我们就在配件上下功夫。下半年，把你抽屉里的金项链、金戒指或者银手镯拿出来戴上。为什么？因为火炼真金。丙午年的大火，正好能把真金白银烤得越来越亮。你在身上带点有分量的金银首饰，不仅能彰显福气，它还能像盾牌一样帮你挡掉外面的煞气。大家记住了吗？下半年出门少穿红，多穿黑蓝黄，带点真金白银，顺应天地的五行去穿衣。你每天出门的第一步就已经走在好运的康庄大道上了。好，有了这些锦囊妙计，我们最后来谈谈这一集最核心的观念。很多人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在嘀咕，哎呀，老师，我不是这4个生肖，甚至我在这流年命盘里还带了煞，那我下半年是不是就死定了？是不是只能躺在家里等倒霉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太看不起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也太小看你自己的能量了。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我刚才讲的那4个真实故事，阿荣的五金型能起死回生，是因为他是属虎的吗？不，是因为他哪怕快破产了，面对上门求助的老先生，依然不趁火打劫，只收30元工钱。他守住的是厚道。春兰大姐的卤味摊能大卖，迎来源源不断的大单，是因为他属羊吗？不，是因为他哪怕在小暑天气那么热，被同行嘲笑，依然坚持不用化学保鲜剂，现卤现卖。他守住的是良心。包工头建明能绝处逢生，拿到利润极高的建案，是因为他属狗吗？不，是因为他在10年前手下徒弟面临绝境时，选择背着债务也慷慨解囊去救人。他守住的是重情重义。老赵的药膳排骨能爆红，还清所有债务，是因为他属猪吗？不，是因为他哪怕被朋友骗光了家产，依然没有去抱怨社会，而是放下面子，擦干眼泪，用最扎实的料熬出一碗好汤。他守住的是坚韧。各位长辈乡亲啊，算命看八字，看的是老天爷给你发了一手牌。有的人拿到了好牌，有的人拿到了烂牌，但这副牌最后怎么打，能不能赢，全看拿牌的这个人。最好的风水不在祖坟，不在罗盘，而在你胸膛里跳动的这颗人心。如果你心术不正，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哪怕老天爷给你安排了再强的6合贵人、3合财库，那把火最后也会烧到你自己身上，让你粉身碎骨。相反，如果你心存善念，哪怕你流年不利，哪怕你正走在人生的低谷，只要你本本分分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老天爷就算是硬改生死簿，也会在绝境中给你劈出一条活路。命好不如心好，福地福人居，这才是天地运行的最底层逻辑。所以在丙午年的下半年，无论你是大富大贵，还是正在泥潭里挣扎，我都希望你看完这支影片后，能把心给彻底定下来。现在我邀请大家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请你们把影片下方当成一个祈福的道场，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你可以写下一句心存善念，好运相随，也可以写下一句感恩天地，福报满满，或者哪怕只是为你正在生病的家人，
为你正在找工作的孩子留下一句最简单的祝福。不要小看你在荧幕前敲下的这几个字，当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正面的、温暖的话语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正向磁场。你发出的每一个善念，最后都会透过这个磁场几倍、几十倍的反弹回你的生命里。最后，祝福各位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无论狂风骤雨，愿你心中始终有光，脚下处处是路。我们下期再会。